我们是听说有个朋友啊，8、9千美金的时候，他的策略是每天购入10美金的比特币，然后相当于一个月就是300嘛，这是他的一个很被动的一个定投策略。你怎么看这种策略呢？我觉得他的策略可行，但是我偏向于每周，因为我觉得他们做实践调查报告的，做了很多数据模型，发现每一周定投能实现的收益率是最优化的。因为每一天的话，你能想象，其实比如说昨天跟今天，虽然比特币比起股市它的波动率已经很大，但是有时候就是可能昨天跌10%，今天可能涨回来8%，所以你每一天的这种平衡的话，我觉得相对总体的趋势还是不如每一周或者每个月。但是我觉得这个只能是根据个人的这种策略、现金流，还有一些风险偏好自己去安排。诶，乐乐，那你们这么早就进入币市啊？那我想问一下，你们用的是什么样的平台、什么样的渠道去买比特币呢？我们其实是用的 Coinbase，然后后来我们还转到了现在叫 Coinbase Pro，当时叫 GDEX，然后在那边它就是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视图，然后你可以看到交易量是多少，然后现在的目前的价格是多少。像 IOTA 这样的altcoin 嘛，那些我们是把比特币转在 Binance 这个平台上购买的。中文应该是叫币安，对吧？哦，对这个对对对对。币安的平台，我选择平台的话，第一我选最靠谱的，第二我选择相对安全的。毕竟如果这个平台遭受了黑客的攻击，像以前出现过的那些小平台，它都会倒下，我们的血本就无归了，对吧？我会看不同的调研报告，比如说我看到 ARK 对于 blockchain 的 white paper，在它的白皮书里，它有一个数据非常好，你可以看到不同的 spread。他会知道哪个平台持有最多的比特币，第一大交易所肯定是Coinbase。另外说一下 Coinbase，它要做 IPO，而且它是通过 direct listing 去上市，所以我敢说Coinbase 上市的时候，很多小酒，例如我们都去抢比特币相关概念的股票，比如说我个人持有的这种 Silvergate Capital。它很有趣的是，它要做相关的基建。其实你可以这么想 ，Coinbase 或者美国的 Kraken，也算是第二大的这种比特币交易所平台。它这种开赌场的，它需要这种清算、结算，它这一些的后台其实都是 Silvergate 提供的，所以 Silvergate 也算是我持股里面，以前是3倍股，现在掉到了2倍股，但是我还是长远持有这些大的赌场、比特币交易所，它是需要这些基建平台来给它做幕后的支持。其实比特币我们现在这种小散持币不多，而且我们不动，所以觉得一次只是付手续费，对吧？但是我发现我们在 Coinbase 的 App 买币，只是 Coinbase 的平台帮你持有，如果你不把币转到你外部的 wallet，像 Coinbase 它现在也有自己的钱包，但是我就发现如果我要转到钱包里，我要再付2%的手续费，对，那其实总体上还是相对贵的，所以我就不动。假如我真的是有一个币啊，我肯定要转到外部的加密的钱包里，因为有可能这一个币我以后需要用到跟别人交换。但是我现在不动的话，坦白讲，我的那个比特币不高，就是金额不多，但是我转到钱包里以后要转回来，我觉得这个手续费还是相对高的，所以我就不动了。所以你用的是 Coinbase 吗？我用的是 Coinbase，因为对我来说安全是最重要的，而且我并不是做频繁交易。如果我做频繁交易，我完全可以不去这种买币的平台，不是买实物的币，而只是去买一个数字。但是又说回来了，如果我买数字、买虚拟的衍生品、指数这种，那我还是要交资本利得税。所以一想到这个资本利得税，我就乖乖的持有实物币了。啊，柴姑娘，我们还有个问题啊，就是比特币它目前在实际应用场景中，它这个生态它已经到了什么样的程度？你觉得将来它会到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我个人呢，不断的在关注 blockchain，区块链生态系统里面的一些 fintech，还有一些就是服务商，它怎么样去创新。因为你能想象，我们持有股票或者持有 ETF，很多时候我们能得到分红，但是呢，比特币虽然我们是长远策略，但是是没有得到这种实际上的增益的，
也就是说我们的比特币不多，当然可以不用考虑，但是你想一下，你的现金放在银行里一般还是有一丁点的利息，或者投到房产里，房产会给你房租，对吧？这是我们说现金会产生的收益。但是有些人会说，那如果我拥有10万欧等值的比特币，但是它不生蛋呀，那是不是有点亏呢？比如说 Nasdaq ETF 美国的一些大盘指数，你一年平均下来有7%到9%的收益，每一年至少保持7%的收益的话，你7年以后大概就可以翻倍了，就是这个复利模式。那比特币它并没有这种复利模式，而是单纯的上涨和下跌，对吧？那现在的生态系统最让我惊讶的是，它已经开发出这种偏向于比如说贷款和融资方面的，开始有一些fintech company， 它可以在这种大的金融机构的支持下，比如说 Visa、Mastercard、Goldman Sachs、Morgan Stanley， 或者我们的这种币的平台 Coinbase， 它已经是出资去通过它的孵化器去支持这些生态链的企业去做相关的比如说融资方案。最让我惊艳的是看到了有一些 service provider， 名字我现在不说，就是有一家 fintech company， 它已经拿到了放贷的牌照。也就是说，我可以说一下场景，我们这种散户比如说有1个比特币，那1个比特币按照现在的市值，我可以50%的抵押物价值就是抵押给他，那通过这50%的抵押价值，它可以给我们一个贷款。当然这个贷款肯定就不是房贷，而是个人的消费贷，也就是说相当于你要跟他做一个贷款计划，然后什么时候还。但是因为美国的这种贷款大部分是浮动利率，也就是说不像德国的这种个人消费贷都是这种，比如说他给你定5年到10年还罚息，也就是说你提前还还是要交的。但是中国和美国的很多贷款，包括他的房贷都是浮动利率，也就是说你并不需要跟他hedge一个期限。也就是说，假设我真的是觉得我的其他资产的投资回报能多于他给我的利息，假设他说我的利息是年利息5%，对吧？那我觉得我真的是这1个月我需要资金周转，那我就把我的比特币抵押给他，贷出一定额度的贷款出来，那我用这个一定额度的贷款去cover 掉我其他的资金周转需求，那我既解决了我的现金流问题，同时我也可以利用我的这个比特币作为资产给我抵押出来一些贷款，对吧？我觉得这个模式是长远可行的，但是他的这个 fintech 敢这么做，觉得是因为他觉得长远他要收集比特币，他觉得这个比特币的资产以后像房产一样可以抵御通货膨胀的。但是对他来说自己也有风险，对吧？所以他怎么样去 cover 他的风险呢？他就给一些用户，通常他放贷的话，他得到他的利息差。像我们以前比如说中国的存款啊，定存这种，你给银行一点现金，你可以定存2年得到这样的定息，对吧？他也有这样的模式，就是你可以把比特币给他，然后比特币给他以后，他给你一点利息，也就是说你不工作，你允许他就是持有你的比特币，允许他把你的比特币借给其他人，相当于他只是充当一个比特币银行的角色，你也能收到一些利息，对吧？所以通过这个利息差，他就能 cover 掉他贷款出去的这种，他也有不良贷款率，对吧？但是他如何把这个抵押的这个流程做得合规了，我就没有研究这种很具体的，因为毕竟他也是一个 startup。但是我相信以后会有这样的一些在生活中已经习惯了银行金融机构的这种融资模式、贷款模式，我觉得只要比特币的这种价值相对稳定了以后，大家开始接受了以后，我觉得会有这样的这种贷款模式更流行。所以我们以后也许就像持有房产一样，也能从比特币得到这种变化的收益。这个我觉得这个趋势我们可以留意一下，我要看一下这一些 startup 它做的怎么样。假如它真的是做的成熟稳定的时候，我们可以再开一个视频，专业的讲解一些深度的知识。假如听众朋友们感兴趣的话，我们可以再聊。是的，好，那我们非常感谢财姑娘，我们今天的话题差不多就到这里，
接下来呢，我们还会和财姑娘访谈，聊一聊房产投资啊，如何打理自己的税务等等。喜欢的话，希望大家订阅我们的频道，打开小铃铛。如果有想要问财姑娘的话题，可以在下面给我们留言，我们会在以后的视频帮你答疑解惑。还有，别忘了财姑娘自己有一个频道，大家可以去关注她哦，会加在描述里面。好，那今天就到这里啦，我们下周五再见，拜拜。拜拜。